监狱里的男人如果寂寞了会怎么办？这位细皮嫩肉的新人刚进监狱，就被这个膀大腰圆的老黑盯上了。他无助地躲在墙角，被吓得瑟瑟发抖。他想温柔地让贺宝脱下鞋子，贺宝乖乖照做，又让把眼睛给他。不料接过眼睛的老黑一脚向其踩碎，他便开始得寸进尺，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他让贺宝脱掉裤子。这时，上铺的杰克终于是没能忍住，从上面跳下来。老黑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对着男人口吐芬芳。You're in my house, fatso, and you didn't ask permission. So you and your friends can leave now, or they can carry your fat ass out in a bucket. Now I'll count to 3. Bitch. Do you know who you're talking to? 1, 2. 名叫杰克的男子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还没数到3，就把这个嚣张的老黑打得昏死了过去。杰克也是1天前才来到监狱，打算吃三明治的时候，警察找上杰克。面对荷枪实弹的警察，杰克并没有辩解，乖乖跟着回到警局。到警局门口，小美就叫住杰克 ：“If you step over here, I can process you. I'm not asking, sir. I'm telling. But don't worry, I won't kick your ass unless you make me.” 通过搜身发现，这个男人身上除了几张钞票，还有一个2战时期的勋章以外，再无其他任何随身物品。原来就在今天凌晨，小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并且案发现场没有一个弹壳。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死后有被毒打的痕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凶手体型彪悍，而恰巧杰克出现在小镇。然而面对探长的盘问，杰克始终一声不吭。眼看杰克不打算开口，探长也逐渐失去耐心。Because I didn't kill anybody. At least not recently. And not in this town. 与此同时，警花小美正看着电脑屏幕，一脸的难以置信。她通过警局系统搜索调查，数据库中根本没有杰克一丁点信息，而且没有注册过任何社交媒体账号。杰克就如同一个幽灵一般活在世间。小美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十分确信这个大块头不会是杀人犯。果然，没过一会儿，法医便发现死者鞋子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写着一串电话号码。探长根据电话号码查出了线索，手机号登记在银行家的贺宝名下。刚开始，贺宝还在回避着探长问题，可等他看到窗外停下的黑色轿车后，神色突然大变，便直接承认自己就是凶手。杀人的细节是因为什么动机杀人？贺宝一问一个不吱声，就是承认自己杀的人。于是探长试探性询问着被害人姓名以及案发地点，到最后贺宝连被害人都不知道是谁。探长分析，就算不是凶手，也一定会和死者有着某种关联，于是就把他带回警局。既然有人背锅，杰克也就理所应当的放了出来。没等杰克离去，探长叫住了他。One guy lied about killing another guy. That doesn't clear you. Good town of murdering. Even when you confess, nothing happens to you. I saw Hubble. He's a citizen. He can't shoot pool, let alone shoot a person. But Stevenson does. He and Hubble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在贺宝刚刚来到警局时，一个警员与贺宝对视了足足2秒，那么说明这个警员认识贺宝，并且一定有问题。而探长不以为然。接下来杰克的分析彻底征服了警长，表示你不受警员的尊敬，甚至还骂你是婊子。你买得起高档西装，但却又土到掉渣，这说明你身边没有女人，还带着严重磨损的婚戒，说明你很爱自己前妻。这番话彻底让警长信服。随后他将文森叫进自己办公室，当着杰克的面进行盘问。果不其然，他们2人是连桥的关系。案发当日，他与贺宝正好结伴回去，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既然贺宝不是凶手，肯定是被什么人抓住了把柄。他相信只要将贺宝关进监狱1个星期，贺宝就会乖乖交代出自己知道的一切。由于探长对杰克极度不爽，为了教训他，杰克也将会与贺宝一起被送往监狱。2人刚到监狱，监狱老头就要让杰克脱掉衣服，包括大裤衩子。可杰克接下来的话却让老头乖乖的闭上了眼。The only thing up my ass right now is you. So if you think you can perform the inspection without getting seriously injured, go for it. 眼看杰克体型高大，一看就不好惹，狱警也不得不低下头，老实的在检查单上打了勾。而贺宝无时无刻的跟在这个大块头身后，因为跟在杰克的身边有安全感。卸下防备的贺宝开始向杰克诉苦，他是货币经理，被人强迫拍电影洗黑钱，为了不牵连到自己的妻儿，他只好承认自己杀了人。此时杰克注意对面站着一群大汉，并且还时不时的偷瞄着自己。机智的杰克很快便察觉出异常，就假装走进洗手间大小便。不出所料，那群壮汉很快就尾随而来。杰克淡定的摘下眼镜，嘴上说着给他们3秒的时间。 So I give you to the count of 3. 1, 2. 刚好18秒解决战斗。当狱警赶到时，已是一地的皮皮虾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另一边，小美拿着杰克的资料找到探长。West Point graduate, Silver Star,
Defense Superior Service Medal. 原来杰克毕业于黄埔军校，官职是5星上将，换算成单位，杰克就相当于麦克阿瑟的级别。懵逼的探长瞬间懵逼，此时探长的脸色就像吃了皮虾一样，连忙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命人去巴士公司调取了杰克的不在场证明，并且还派小美专业接送他。很好奇杰克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小镇。I feel bad about the Margrave welcome wagon running you over. I'm on the next bus out of here. I was gonna apologize with an early dinner, but if you're not sticking around. Okay. 果然，就算是麦克阿瑟也抵不住美色。从他看小美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些许猫腻。为了晚上的约会，他特意去了洗剪吹，准备刮胡子，以防两人擦出火花的时候戳到人家。此时，一辆洗浴之王开了过来，顿时引起了杰克的注意。他意识到两人就是为自己而来。We don't forgive the Stacy and Margrave. Watch your back, Mr. Reacher. 本打算热身的杰克一脸懵逼，寻思着是不是自身的王八之气吓退了对方。他带着一脑门的问号来到了警局，可刚到门口就被小美告知晚饭取消。此时的小美也正好出门。Another body was found. The brush, 40 yards from the first one, same caliber bullet. Gotta go to the morgue. 原来小镇上又发生了命案，他跟随二人来到法医鉴定室。根据法医描述，奇怪的就是死者满口的牙齿有很多颗被补过的痕迹，有的是在劲松口腔补的，还有一些是在北大口腔补的蛀牙。而就在这时，杰克神色大变，他拿起显示器直接分析了起来。凶手为了防止死者的血液沾到他们身上，穿了具乙烯防护服。受害者在挣扎过程中抓了防护服。此时的杰克简直就是唐人街的秦风，日本的夏洛特监制柯南附身。他发现死者很像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那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没想到再次相见就是阴阳相隔，现在唯一的亲人被人杀害，他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I guess I'll find everybody responsible and kill every last one of them. 陷入疯狂的杰克并未失去理智，他要去找小娇妻赫宝问问清楚，为什么他哥哥的鞋子里会有赫宝的电话号码，两人之间有着什么关联。为防止杰克将小镇捅个底朝天，于是探长便化身月老，让小美寸步不离地跟着杰克，以防止他闹出幺蛾子。两人一起来到赫宝家中，发现他并不在家。看着赫宝的2个女儿，杰克意识到了什么。杰克又借故去厕所大小便，在赫宝的鞋子上面找到了线索。身为货币经理的赫宝，鞋子上为什么会有这种狗尾巴草？他匆忙地来到客厅，并一并叫走了小美。杰克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在监狱中，那些人要杀的并不是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眼镜的原因。幕后黑手吩咐监狱里的手下，把今天进来戴眼镜的人除掉。好巧不巧的是，赫宝的眼镜碰巧被老黑踩碎，杰克又向他们要了一副眼镜，说明赫宝肯定去过案发现场。杰克和小美来到了案发地点，但结果却不尽人意，除了确定此处长着狗尾巴草外，并无其他关键线索。杰克通过地上的脚印展开推理，当初哥哥应该是在与某人见面，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杰克和小美讲述了自己与哥哥之间的故事。 In order, when we were kids, no family. Last time we spoke, he was working in Homeland Security. That's interesting. You think that this might have been connected to his job? Homeland's a big umbrella. Terrorism, drugs, guns, border crimes. What department was your brother in? Don't know. We hadn't spoken in a while. 两人也没发现别的证据，只好先回好浪漫旅馆碰撞一番。没想到杰克刚一露面，就被几个小卡拉米围了起来，猜到他们一定是收了幕后人的钱找到自己。这次杰克并没有给对方3个数的机会，因为即使数了也数不到3。You're about to get your ass kicked. No. I'm just gonna break the hands of 3 drunk kids. There's 4 of us here. One of you's gotta drive to the hospital. Ooh. I know where the hospital is. 隔天一早，杰克来到警局打探办案进度，却得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这个小镇上的局长夫妇被残忍杀害，而局长的死法也是尤为凄惨。他被6颗尖钉钉在了墙上，并且身上还缺了2颗鸡蛋。见过嘎腰子、嘎眼珠子，就是没见过嘎鸡蛋的。就在没见过世面的法医正好奇这俩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杰克给出了答案。原来在监狱放风的时候，赫宝就曾和杰克说过，也说明局长和赫宝存在着某种关系。My bosses promised if I disrupt their operation in any way, they'd nail me to a wall. Literally, in front of my family. They'd cut my balls off and make me eat them. 所以这个镇子上的警察都很可疑，包括警员文森。杰克分析着现在的局面，局长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上任，这说明这个局长与这个强大的犯罪团伙有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几人合作，信息共享，他们的每一步都必须要格外小心。现在他们首要目标就是找到赫宝。可当杰克和小美来到赫宝家中时，妻子却表示赫宝一夜未归。两人结婚这么多年，赫宝还从未夜不归宿过。杰克意识到赫宝可能已经遇害，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太太。杰克连忙让女人收拾一下随身物品，果然不出杰克所料，一辆迈巴赫停在不远的地方，就立马让探长派人过来接走了赫宝的妻女。杰克只好选择兵行险招，找曾经让他脱掉裤子的那个狱警老头子，此人必定与犯罪团伙有关联。于是他冒充探长约他野外做核酸检测。等杰克赶到约定地点时，才发现对方早有准备，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I heard all about it.
You sure as hell don't sound like a black man from Boston on phone. Figured you set me up, so I thought I'd return the favor. 杰克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生死瞬间比的就是反应速度。但无奈对方倒偷袭，一不小心被划了一刀。就在杰克释放心中的怒火时，警察却赶了过来。杰克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选择跑路回到警局。小美为杰克包扎伤口，两人分析着之前的形势。经过与两人的交手，杰克发现了重要信息。They weren't goons. Probably military or ex-military. South American. How could you know that? Because if they weren't, I would have killed them within 10 seconds. How'd you know they were South American military? Spoke Spanish, had Glock 17s, and the technique one guy used to headbutt me was from a martial art called Ricey. Hardly anyone uses except branches of South American Special Forces. 通过探长确认，刚才的两个嫌疑人没有一个被抓，这证明他们警匪串通无法审问。现在贺宝也不知所踪，由此可见，隐藏在暗中的幕后凶手势力有多么的恐怖。现在线索全无，小美只好尝试留言给杰克哥哥工作的安全局，看看会不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探长害怕杰克单独行动打草惊蛇，于是便让小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卸下警服的小美更加让杰克痴迷，钢铁直男也开始秀起了嘎嘎硬的肌肉。两人在酒精的催化下深情对视，他挽住了她的细腰，他走进了她的心房。等到两人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外面下起了瓢盆大雨，由于道路积水，严重挡住了两人各自回家的路，他们只能找到一家旅馆休息。真的是天公作美，旅馆只有一个房间，我以为两人打算来一场畅汗淋漓的男女混打的时候，不成器的杰克却打起了地铺。隔天他们一起回到小美的住所，走到门口，两人定睛一看，门锁有被撬过的痕迹，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然而来人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地的狼藉。然而下一秒，只见门上刻着几个大字，显然小美已经被他们盯上。杰克开始变得焦躁，来回踱步，小美却一脸女强人的姿态，表示着自己不是简单的花瓶。 9th percentile in IQ, but only an 80% on the psych eval. You want to know why, you condescending asshole? Interpersonal skills? I lack the ability to tolerate horse shit. And this is horse shit. You think I'm some poor scared little girl? I'm not scared, I am pissed. 杰克看着眼前这个发了疯的女人，与昨晚的柔情似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完气的小美拿出了珍藏的沙漠之音。杰克在对枪械检查后，此时探长却发来了消息，法医查到了第二具尸体的身份，他们需要去停尸间一趟。原来第二具尸体的身份已经调查清楚，死者是一名卡车司机，家住亚特兰蒂斯，没有严重的案底。司机唯一的事故也只是交通违规，就是简单的硬闯红绿灯。司机却请了顶级的律师辩护，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却引起了3人的注意。就在他们准备去这家律所调查时，小美突然接到安全局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是杰克哥哥舒克的同事，名叫贝斯。当他得知舒克已经被人残害后，满脸的震惊与不可思议，接着2行热泪流了下来。杰克猜测两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杰克询问他哥哥在安全局的工作内容，还有哥哥到底来这座小镇调查什么。贝斯只是知道是舒克单独行动，但他来到这个镇子上，具体调查什么就连贝斯也不是很清楚。此时杰克分析着安全局应该有内鬼。 Why? Seems whatever Joe was into, people were killed over it. We don't want anything leading back to you. We need to keep this quiet. Shouldn't I tell his superiors? Absolutely not. 接下来3人各司其职，小美要回警局去装样子，不能让新上任的局长知道他们在怀疑他。探长负责调查贺宝所在的银行，顺便去拜访一下狱警网头。与此同时，杰克已经来到了律师办公室，他简单粗暴地索要文件，不出意外的话就快出意外了。 I'll end your life with one phone. Pull up Jobling's file. Print it. Staple. 杰克的教学方式得到了良好的回报。另一边，探长来到黑狱警的家，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回应，便直接选择破门而入，肆无忌惮地展开了搜查。他就在狱警的卧室座机上发现了新的线索。狱警频繁地与克莱纳家族联系，双方必然有着一些猫腻。随后3人相约到一个露天餐馆，杰克与探长各自说出了彼此的发现，2条线索都指向克莱纳家族。 I'm gonna break into Kleiner's tonight and see if I can find something that connects in. You jeopardize this investigation if you get evidence that's inadmissible because it was unlawfully obtained. That's bullshit. Maybe, but it's legal. 事不宜迟，杰克与探长火速前往，准备去会这个叫克莱纳的家伙。偌大的园区竟然没有监控，正常养殖场却有满墙的动物标本，而皮毛还没有一丝破损。对面的克莱纳就像一只老狐狸一样，表现得镇定自若。 After all I've done for this town, after all I've invested into it, I'm a little insulted to be under suspicion. More than a little. My intention was never to insult you, Mr. Kleiner. 随后还反咬2人一口，还对探长进行了警告。 Wasted time for you and for me. Leave it. 这让探长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随即就是国粹口吐芬芳。 You don't tell me what leads to chase and how to chase them. So if I may give you some friendly advice,
If you keep talking to the cops on my force, hinder this investigation in any way, I will put my fucking foot up your fucking ass until your heart fucking stops. 听到这里，一旁的杰克差点没憋住。第一次见受过高等教育的探长这么狂暴。回去的路上，杰克联想到死去的局长，不如谨慎一点，一起搬到旅馆住。从此三人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到目前为止，他们手里共有3条线索：消失的贺宝和狱警老头子，还有已经死去的卡车司机。杰克觉得天色尚早，于是决定去上次的那家酒馆碰碰运气。至于小美，她要去买一些洗漱用品。然而刚走出便利店，小美就遇到了克莱纳家族的公子哥，也是小美的追求者。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挑拨杰克与小美之间的关系。You guys are so close, you must have told you about Baghdad, right? About those civilians that he killed, and how his connections got him off. Charges disappeared, but nothing goes away completely, not these days. Jack Reacher's a murderer. 而小美却选择了无视。镜头一转，杰克在酒吧寻找线索，可他还没掏出几句话，一位壮汉直接就问候了他的家人，瞬间就惹怒了这个大块头。随后，杰克如同踢小鸡一般提溜着壮汉的衣领，询问黑狱警去了哪里。得知自己想要的线索，更是大摇大摆走出酒吧。回到车上后，杰克敏锐地察觉到后面有人跟踪自己，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月黑风高，恰巧是杀人之夜。杰克猛打方向盘，将对手远远地甩开，对方也渐渐落入杰克的圈套。拉开距离后，杰克拿出手枪，打开车门，纵身一跃，很快后面的车就追了上来。两人手持武器，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这时不讲武德的杰克偷摸出现。经常杀人的老铁们都知道，毁尸灭迹拢共需要分几步。车厢塞不下的情况下，首先就是把对方的腿打折，就像俄罗斯方块那样，哪里突出掰哪里。最后关上门的杰克就接到探长打来的电话，这边也有了新的发现。根据热心群众举报，租车那边可能有了线索，在郊区有着一辆烧焦的汽车。从车型来看，这绝对属于哥哥偏爱的风格。杰克根据现场线索推断，火焰是从中间散开，基本可以断定是人为纵火。为了进一步确认，杰克把番茄酱和盐混合到一起进行研磨，这就成了很好的金属清洁剂。在化学反应下，二维码很快浮现在众人眼前。三人默契的兵分两路，探长负责调查车辆，而小美则要陪着杰克去处理那2具尸体。等到杰克打开后备箱，小美整个人都麻了，借此机会把心底的疑问说了出来。So what happened in Baghdad, Reacher? It wasn't Baghdad. It was a small village 40 clicks north. I was tracking an AWOL PFC. Group of boys, 10, 11 years old, played soccer in a bombed-out hangar every day. Whenever they see me, they wave. I wave back. One night it got real late, they hadn't returned. Between insurgents and IED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ey got home safe. 3 men from the village were abusing the boys. You can fill in the blanks. 克莱纳的小哥的挑拨奸计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让他们彼此关系走得更近了一步。处理完汽车与尸体，两人找了一家酒店。好巧不巧，天公又一次做了美。Only two queen I've left is a suite. Not a problem. 杰克二话不说，掏出1沓现金。两人进入房间后，谨慎的杰克第一时间用牙签卡住门转轴，虽然不能阻止敌人进入，但也能为两人争取一点时间。接下来，杰克接到贝斯的电话，原来贝斯和舒克是恋人关系，哥哥经常会和他夸赞自己的弟弟，杰克却觉得哥哥是唯一一个让自己显得渺小的人。由此可见，兄弟二人的感情很好。贝斯也找到很多关于舒克的文件，里面或许有杰克需要的东西。怕出现别的状况，贝斯打算亲自将文件送到杰克手中。挂断电话后，杰克思绪万千，陷入到无尽悲伤当中。这时，小美懂事的上前安慰杰克，而杰克却想着洗个澡冷静一下。男女混打接力赛正式拉开了序幕，虽然迟到，但没有缺席。隔天一早，小美像个没事人一样。Hey, so about last nigh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 changes nothing. I got a job to do. 反观杰克就像个小娇妻一般，由于贺宝下落不明，狱警都已经过了头七，两人根据线索找到司机的家人。一个卡车司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财力购置豪宅？女人对丈夫的死并没有感到意外，原来她的太太早就知道自己的丈夫为克莱内家族服务。 He was stealing from his company, from Kleiner. He was hauling air conditioners for them down in Miami. Now, he never admitted this, but with the money he was pulling in, something tells me not all those AC units were getting where they were supposed to go. 几人还来到仓库，想着能不能发现什么证据，然而并没有什么线索。这时却接到了探长的来电。 2S3W, got it. On our way. We need to go. We need to change out of that uniform. 两人回到车上分析着，卡
卡车司机把真的空调运过去，以此来掩人耳目。在网空的包装箱里装满假钞，现在只需要拿到贝斯的文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两人来到约定地点后，经过皮德调查，之前那辆烧焦的车辆登记人不叫舒克，而是叫罗恩。又查到罗恩的住所，于是杰克和小美立即前往罗恩住过的旅店，想要取走哥哥还没来得及拿的东西。然而前台却告诉两人，就在不久之前，有人替舒克办理了退房手续。By who? Ron Hassey? What did he look like? About medium height. Foreign. Maybe Hispanic or something? 小美想着重要的线索又一次的失之交臂，但杰克却表现得很淡定。以他对哥哥的了解，舒克一定不会将重要的东西放在公文包内。If you were walking out of there with Joe's stuff looking for his paperwork, what would you do? Get lost before his giant brother found me. Right. You'd move fast. Keep the briefcase, dump the garment bag. 两人在垃圾桶发现了舒克的衣服，杰克很快就在衣服的夹层中有了发现。兴奋之余的两人丝毫没察觉到危险的来临。As soon as I fire, we run in opposite directions. Harder to hit us if we split up. On three. 1, 2, 3. 这次杰克终于数到了3，小美一路狂奔，杰克凭借着蛇形走位，杀手也紧追不舍。不过看起来司机脑子貌似不太灵光，他试图开车追击，但不料却被卡在了那里。气急败坏的杀手朝着外面胡乱攻击，结果可想而知，被杰克一枪爆头。可这时好巧不巧的，杰克的手枪卡壳，他只好再次逃离。而另一边，小美也察觉出杀手被杰克引走，因为杀手的主要目标就是那张纸条。杰克这边抓住机会，纵身一跃与杀手缠斗在一起，被踹飞的杀手正好拿到手枪。孔子说，话多的反派活不长。You just killed my cousin. Now I'm gonna pinch your skull all over the ground. 千钧一发之际，小美挺身而出，一枪爆了个头，但却怒气冲冲地走到杰克面前，反手就一个耳雷子。You made them follow you, because you had Joe's note. So you'd stay alive. How did you looking out for me? I'm a fucking cop. That's a girl who needs your protection. I was thinking when Joe died, there was almost no one left in the world I cared about. And then I met you. 手麻的小美还没反应过来，杰克就来了个深情告白。两人回到车上后，周围的气氛有点沉闷，探长却打来了电话。三人分析起现在的情况，现在他们内部肯定有人泄密。探长表示，之前皮德两人通电话时，是警员文森接的电话，他将电话接到了主线，很有可能就是被他窃听了。由于电话中不方便说太多，他们相约到一个偏僻的废弃的农场。哥哥留下来的字条上共有4个电话号码，还有2条重要信息，上面有着4个英文缩写，很显然是贺宝的电话号码。一条是卡车司机的车库，杰克和小美已经搜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物品。而最后一个则是国家环保局孟菲斯分局，这可把3人都搞懵逼了。这和制造伪钞有个毛的关系呢？所以他们只能先从环保局入手调查。为了查清线索，杰克想到了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格力。多年未见的战友依旧爽快地答应杰克。此时贝斯也已经快到地铁6号线了，于是3人赶紧前往。虽然两人从未谋面，但贝斯一眼就认出了杰克，因为他和哥哥长得太像。他示意在楼梯顶部与他们会合。然而3人楼梯口左等右等，却迟迟没有看见贝斯的踪影。杰克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连忙下去寻找。在铁轨旁，杰克看到了贝斯携带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也消失不见。杰克沿着铁轨一路奔跑，发现贝斯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杰克怎么也想不到，他与嫂子的第一次见面会是最后一次，因为与哥哥相似的原因。看到杰克后的贝斯显然有一丝的释怀。此时的杰克悔不当初，让贝斯牵扯进来，他发誓要将这些王八蛋全部铲除。随后杰克来到贺宝的车库，提了一辆非常拉胯的奥拓。本就在暴怒边缘的杰克终于忍无可忍，直接找到克莱那小哥教教他怎么做人。幸好小美看出不对，带着探长前来阻止了这场闹剧。3人从饭店出来后，杰克并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从之前字条的分析，只剩下几个电话号的线索。他让小美回忆一下，也就是小美的叔叔，据说是因为爱殉情自杀。叔叔自杀时并未留下任何文件，除了那把限量版的沙漠之鹰。杰克猜想着心中的想法，就在沙漠之鹰盒子中找到了一把钥匙。通过小美的回忆，叔叔生前就只在警局和这栋房子里待着。叔叔虽然是个秃头，但每周都会去洗剪吹，为什么还要去理发店？难道是去拔腋毛吗？显然这不合常理。于是几人立即来到理发店，老板看到小美，就将他叔叔一直藏在这里的大箱子拿了出来。Also said, if you ever came looking for it, he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he was proud of his girl.
打开箱子后，众人看到里面全都是克莱纳家族的资料。杰克发现克莱纳家族每年都会收到大量来历不明的捐款，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们的基金会只捐赠给乔治亚州，并且数额巨大，那就是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印钞机。克莱纳家族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鸟不拉屎的小镇制造假钞？杰克立马想到了前因后果。It's perfectly located for distribution. The old state route arterial systems cross right through here. Shipping fake cash from here, Kleiner's trucks can avoid federal interstates for most of the trip, literally staying off the radar of cops with a much bigger presence on busier highways. He had a very well-oiled and thought-out operation to protect, so he protected it. It's the Coast Guard blockade. And Kleiner's stateside running low on supply. His buyers are expecting pallets of bills he can't provide, and the kind of guys that buy this kind of product don't respond well to disappointment. 可边上的小美却显得心不在焉，她看着叔叔留下的笔记，既然叔叔一直在调查克莱内家族，很有可能叔叔不是自杀。气冲冲的小美走出理发店，这时格力打来了电话。之前杰克委托格力调查电话号码的事情有了眉目，是一个叫福克斯的人，可此人在5年前就已经在家被杀。结案的结果是认定入室抢劫，但尸体还遭受过严重的暴力殴打，这一点和杰克的哥哥犯下2起案件的应该是同一伙人。而小美这边来到法医这里，翻出了叔叔死时的尸检照片，再将伤口放大数倍后，才发现有个像钻石一样的晶体轮廓，由此可以断定叔叔并不是自杀，而是谋杀，是被人用钻石模样的凶器所害。恰巧刚上任的局长的拐杖镶了102克拉的大钻石。好在探长及时出现阻止了小美，而这也让小美丢了工作，更是引起了克莱纳的注意。为了避免小美被人灭口，探长就让她去代替老黑保护赫堡家人。画面一转，杰克格力2人与钓鱼佬的对话，得到了一条线索。2人找到5年前调查员福克斯的搭档，他一直对于好友的死耿耿于怀。为了弄清好友死亡真相，告诉杰克有一个维京人的杀手愿意接杀害安全局人员高度危险的脏活。几人在回去的路上，想着怎么查出杀手维京人的行踪，这个白人警察突然掏出了手枪来，非常激动、狂躁不安地对准了黑人。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There's this. Don't. 车子在失控状态下冲进了河里，杰克问他是否受别人的威胁。死到临头的白人一问一个不吱声。随着水压渐渐加强，杰克没再理会白人。河水不断的渗入到车内，杰克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与格力默契的配合下踢碎车窗。杰克和格力上岸后，2人决定暂时分开行事。另一边，探长的眼线迟迟无法得到证据，于是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克莱奈家族。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所看到的一幕把渐渐清晰的线索又笼罩上了一层迷雾。卤蛋一样的小黑脸瞬间煞白，他们一直怀疑的克莱纳竟然死了。果不其然，克莱纳小哥找了上来。Easy! Get your fucking hands off me! I'm gonna give you a do-over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s. But when I let you go, if you take another swing, this goe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real fast. 黑局长更是对探长起了疑心，暂停了他的工作。探长也将这一切告知了杰克。杰克根据伤口判断出杀手大概率来自委内瑞拉，这种杀人手法会让人流血与窒息而亡，手段极其残忍。2人猜测克莱纳的死必定会让犯罪团伙内部延续混乱。为了进一步观察他们，来到克莱纳集团外围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克莱纳还没过完头七，工厂依然在运作。2人跟踪卡车一路向西，杰克趁着对方休息时爬上货车，他用刀子将车顶划开，才发现整个车厢内居然是空的，车里面连根毛都没有，这让2人一脸懵逼。他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不是为了运送假钞，那他到底是在干什么？这时杰克忽然想起哥哥联系的2名教授应该已经回国，于是他给其中一位打去电话。Who is this? Former student looking to reconnect. I'm sorry. I honestly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this. Professor Bryant was killed this morning. What happened? He was mugged. 杰克赶紧拨通了下一个电话，万幸这个教授还健在。Professor Castillo? Yes. This is Jack Reacher. You were working with my brother Joe. I'm coming to New York. Now do everything I'm about to tell you if you still want to be alive by the time I get there. 另一边，在安全屋保护赫堡家人的小美也遇到了麻烦。在周围巡查的小美发现了2名杀手。机警的小美打算自己引开杀手，让女人带着孩子逃跑。小美将他们引到了森林深处，接着找准机会眼疾手快击中其中1人。另一个同伴见状，有些惊慌失措地躲在树后，不敢露头。这时小美也发现了杀手的位置，就在她准备开枪的时候，杀手也反应过来，将腿缩了回去。他慢慢地拿出了一个微型炸弹，可正当他拉开保险时，另一边，杰克穿的人模狗样来到教授所在的警局见面，2人的线索终于互通。 However, Joe discovered super bills are being manufactured somehow anyway. He thought it was taking place somewhere in Georgia. Made in Georgia? Like Coca-Cola and peanuts.
杰克这才得知哥哥遇害的真相。教授的一席话让杰克如梦初醒，原来他之前所推测的一切完全反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委内瑞拉印伪钞再送往美国，而是在美国境内制造后，再运往委内瑞拉之后再分销全世界。可他刚走出警局，就发现有人跟踪自己，杀手眼见被杰克识破，于是也立即拼命追赶。当杀手追到一处胡同，你绝对没有见过这种作案现场，他们的尸体旁摆满了镜子，丈夫文森的眼睛上还死死固定着胶带，让夫妻双方相对而坐，不管文森朝着哪个方向看，他都能看到妻子被现场施暴的场景，想想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凶手这么做的目的是用来逼问情报。杰克断定文森并不是假钞案的参与者，他甚至对克莱奈家族的事情毫不知情，所以文森根本就不是什么黑警。克莱奈的侄子一定在卡车车顶上发现了那个洞，因为文森与赫堡是连桥的关系，而赫堡又与杰克走得很近，以为是文森做的，怀疑他与杰克是一伙人，所以他们连夜拷打了文森，想探听到一些消息。如果当初选择信任文森的话，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而错误的代价就是2条活生生的性命。Finley, Reacher。而这时黑局长出现，直截了当的对探长说：“你被开除了。”小镇发生这么多命案，探长成天调查却没任何结果。探长表现得很淡定，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他并没有放弃调查的打算，哪怕自己已经不再是警察，探长还是打算去文森父母家告诉他们这个沉痛的消息。而杰克把目标放在这镇子上所剩的唯一一个警员身上，隔天就约贝尔来到餐厅吃饭。杰克已经知道贝尔是一名黑警，这次前来就是为了钓鱼，说明自己是一外来者，和小镇上的案件无关。他假意取得贝尔的信任，接着再将矛头指向除了自己以外的另一个外来者，那就是黑人探长。他认为探长才是真正的凶手。Because we both know I'm not the only outsider in Margrave. Talking about your buddy Finley. He's not my buddy. He's someone I'm using to find who killed Joe. But I started thinking, this whole thing's about dirty cops and you're clean. And Teal didn't become chief until after the killing started. Finley's the only one left. He was in Margrave when all the murders happened. Seems like every time I leave town and the guy's alone, someone else dies. 他没想到杰克怀疑的居然是探长，他觉得自己会看到狗咬狗的好戏。最后杰克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他今晚要去赫堡家寻找线索。听到杰克这么说，贝尔的眼睛都开始冒绿光，心中想着明年的今天便会是你的忌日。看到贝尔的反应，杰克就知道鱼儿已经上钩。到了晚上，杰克如约而至，给自己的脸上涂满了军用迷彩。杰克把一件件装备往身上挂。杰克仔细检查着手中的武器，接着将电视音量调到最大，外面雷声阵雨不停响。今晚注定是个杀人夜，大雨正好能够洗清敌人身上的罪孽。杰克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门口，不一会儿，一辆皮卡停在赫堡家门口，4个身穿防护服的杀手走了下来，几人熟练地撬开房门，进屋小心翼翼地搜寻着杰克的踪迹。这伙人受过很专业的训练，每个人都不是平庸之辈。而杰克此时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皮卡前，一个肘击汽车玻璃就应声而碎，把司机拖出车外。此时浑然不知外面发生什么的几人还在屋内仔细搜查着杰克的行踪，看见窗外的车灯闪烁，很快就引起了防护服一伙人的注意。随后他示意同伴出去查看情况。就在队友打开车门的一瞬间，杰克忽然出现在男人背后。他们只有3人还在房屋内搜索，大雨的声音很好地掩盖了杰克的脚步。杰克拿着刀子悄悄摸入了屋内，听到有人靠近，杰克立即躲在暗处。杀手看着地上的脚印，立即警惕起来，随即拿着枪一路跟着脚印的痕迹搜索。然而当他推开门的瞬间，才意识到自己跳入了陷阱。就在这时，杰克突然冲出，他拿出了小刀，一阵抽搐。这人指定要去支援大西北。光头拎起撬棍冲着杰克就是猛然输出，拿着武器也能跟杰克打得平分秋色。杰克想要把自己掉在地上的枪给拿回来，光头直接朝着杰克冲来，把窗户撞破，两人双双来到屋外。杰克刚想要开枪，就被光头将枪打飞。武功再高也怕菜刀，这话果然没毛病，甚至直接被光头给打入了泳池。光头直接跳进水池，用撬棍死死按住杰克，不得动弹。绝地反击的戏码再次上线，男主的光环使杰克捡起手枪。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杰克把防护服一伙的武器收集起来，然后把武器放在后备箱，接着又闲情雅致的在浴室中洗了个热水澡。在整理东西时，杰克又看向了那张哥哥留下的纸条，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迫不及待的给小美打去电话。Know what's unique about U.S. banknotes? Dollars are all the same size.
Bleach the ink off a dollar bill and you're left with perfect paper that you can reprint as any denomination you want. Hubble was a skilled currency manager. He kept Planner flush with a fresh supply of $1 bills from cash-intensive industries that wanted to hide their income from the governments. Payday loan services, casinos, national chains from immigrant neighborhoods. Singles would be shipped into Margrav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Runoff from this process destroyed Chester, Mississippi. 现在只需要找到一笔美钞证明杰克的判断，就能立刻让联邦调查局立案彻底捣毁这个伪钞集团。在哥哥衣服的字条上有着司机布林的名字，看来布林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但之前在布林家中并没有什么发现，杰克觉得其中肯定有猫腻，他打算和探长去查查其中有什么内情。那个曾经的豪宅现在居然成为了焦土，幕后黑手竟然又快2人一步，但杰克却不以为然。他们来到了布林老房子的车库，他们找到了印有克莱奈家族的箱子，这次箱子里可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满满的伪钞。Call Picard. Tell him to meet us at the farmhouse where we left the Jaguar. We've got everything he needs to take down the Kleiner Foundation and Teal at the same time. I'll load this up in the Bentley and meet you there. We got him, don't we? Damn right we do. 接下来，杰克2人打算和小美碰头。在开往安全屋的路上，杰克接到了朋友格力的电话。I dug internet, Mo. Had an expensive home, drove a pricey car. Like Morrison and Jopling, living above parent means. Got a copy of his ID badge. 6'3", 220 pounds, blonde, blue eyes. But his old partner's still with the Bureau. We can question him. He's based out of the Atlanta field office. Guy named Picard. How the hell did you know that? Lucky guess. 杰克约探长来到地点后，面对的却是黑漆漆的枪口，还有被挟持的探长。杰克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听话。探长的好基友背叛了自己，居然被克莱奈集团收买当了狗腿子，难怪之前几人的行动都会被人抢先一步。由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被杰克猜得8、9不离十，克莱奈大公子柯基便也不再遮掩。I killed my father, and I cut his throat, just like I saw the Venezuelans do. I killed Jopling. I had that bitch killed in the subway, and I killed your brother. 杰克听完虽然很是愤怒，但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小美和贺宝的家人都在他的手上。柯基却想着让杰克把贺宝找出来，身为货币经理的贺宝还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威胁，没有任何筹码的杰克也只能答应。为了能在明早之前找到贺宝，老黑挟持着杰克一起来到了小镇的餐馆。杰克拿了张地图开始分析起来，通过分析贺宝的生活习性，杰克在地图上标记了3个大概范围。He knew to protect his family, he had to get away from them, but not too far in case he felt the need to go back. So he ran off to Atlanta, about an hour from Margrave. Figured, big city, lots of people, makes it easy to hide. 没学好数理化的老黑一脸懵逼，趁着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杰克故意打翻咖啡，又趁机将叉子收入囊中。出来后，杰克将叉子插进了奥托的轮胎，等车开到半路发出漏气警报，杰克假装下车更换轮胎，老黑便着了杰克的圈套。But if you shoot me, you're never finding Hubble. I guess we need each other then. So on 1, we raise our guns up over our heads. On 2, we lay him on the trunk. 杰克又玩起了老子数到3的戏码，没挨过社会毒打的老黑信以为真。3. 老黑就这样滚了下去，不知是死是活。杰克没有时间验证，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贺宝。杰克在一家汽车旅店找到失踪多日的贺宝，然后也对杰克说出了真相。贺宝将舒克为何会来到镇子上的原因说了出来。原来贺宝为了摆脱掉克莱纳的控制，他打算揭发他们的所有罪行，所以向舒克所在的安全局打了举报电话。贺宝和司机联手为舒克提供线索，并且司机还拖了2箱假钞作为证据。但这一切还没做完就被克莱纳发现，随后就是这几人都没逃出克莱纳的手心。与此同时，探长被黑警贝尔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直到他把自己摩擦爽了，再重新把探长关在了小黑屋里。这时他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贝克拿起手机看着上面的信息 Duck and cover. What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至此，小镇上的最后一名黑警终于被杰克送下了地狱。这时，格里也加入进来。接下来，3人开始为营救行动做准备。贺宝凭借着记忆画出工厂内部地形图，随后几人来到工厂外围。杰克将水桶灌满汽油，按照计划开始了行动，带着贺宝直接杀了过去。探长和格里在外围架起 98K 远行狙击，一枪一个头，华佗在世都摇头。杰克来到一扇卷帘门前，顺着门缝将汽油倒入工厂内部。工厂内的众人看见起火，赶忙用灭火器灭火。4人趁机杀入工厂内部，格力站在高处枪枪所混，杰克与探长则是负责地面，而贺宝趁乱轻松救下2个女儿，杰克更是如同一头猛虎收割着小羊羔。
很快，杰克便救下了小美和贺宝的妻子。小美将贺宝妻子送到安全区后，便调转枪头，再次加入了战斗，找到黑局长要为自己的叔叔报仇。Don't fucking do that. 另一边，探长遇到自己的好友老黑，虽然老黑之前被杰克打了一枪，照样将探长打得倒地不起。随着烟雾越来越浓，解决完对手的几人撤出工厂。小美见杰克不在，便要折返回去帮忙，但却被格力阻止。Look at Richard. He'll be okay. How do you know that? Because he's Richard. 此时偌大的厂房内只剩下柯基与杰克，两人由于烟雾弥漫，可见度微乎其微。柯基却显得更加疯狂。What? It's foggy, and the light's bad, and Rhino's nearsighted as hell. 占尽优势的柯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还在说着猴年马月的光辉事迹。He could just lumber through life, go wherever he wanted, do whatever he wanted, fuck whoever he wanted, all without consequence. Yeah! 随着一阵爆炸过后，不讲武德的杰克在火光中走了出来，